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我冬末初春的时候，我们在做些什么样的工作。大家好，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现在是春天了，那我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网子翻开来，然后因为像这些大型的十字花科，它们差不多准备都要开花了。那你问我说为什么要掀开来啊？这样子不是会被虫咬吗？对，就是要让虫给它咬，因为叶子啊其实是可以跟这些虫啊一起分享。那我就是这样子让它开花结果。看之前的这个大陆妹啊，福山莴苣，它有出现红蜘蛛的状况，然后我就把那个网子掀开之后，它一段时间，这个红蜘蛛就不见了啊。你问我为什么？其实我也不太知道有什么样的天敌来攻击它，但是我知道是现在春天的时候啊，这些虫其实已经开始复苏了。那这个害虫它会先来找它需要吃的东西，然后这些益虫啊，我们所说的益虫，它的天敌就会来，然后会达成一个所谓的生态的平衡。那所以你的园区里面，你种的东西物种越多，那越容易达到一个小型的生态系。在人类的观点里面，会吃你的菜的，我们都称为害虫。那有帮助的，我们都称为益虫。但是在自然界里面，其实没有分什么好或坏，它们只是一个循环。所以如果你顺着自然的道在走，你不要把这些虫分成好或坏，那你在想要怎么样才能达到自然的平衡，所以你自己的设计就是一个很重要。在初春的时候啊，我会把鸡放出来一个时间，让他们自己去选择他们自己想吃的东西。因为春天的时候，大部分的菜都已经采收了，那还有一些剩余的菜，然后一些野草也开始长起来了。那这个时候呢，把它们放出来哦，他们会自己去寻找他们需要吃的东西。然后你放它们出来还有一个好处，虽然它们会到处乱抓，不过它也会下氮肥给你。种完了一期冬天的作物，然后我接着会先覆盖草。春天的时候，你就可以接着种豆科的植物。那待会我就把这个土拨开来给你看一下。现在上面长满了草，然后我用这个小山猫爪在开挖的时候，其实它的土啊是有点比较硬的状况，其实不是这么好，你用手是不容易拨开来的，那就表示说，其实种完一期它的地力会下降。那这个下降你还是要补充一些有机质回去。那绿肥作物有分豆科的跟禾本科的，那我大部分会种豆科的。然后我们附近的邻居啊，他是种莲雾的，那我发现他们的地上蛮多就是鸟的尸体。那当然他们可能放了一些东西给这些鸟吃。那我要跟各位讲的是说，其实这个没有什么所谓的对错，只是你的立场问题。因为这些我种的东西不是我主要的收入来源，但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收入。所以当你的目的性不同的时候，你就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然后最近我在问 AI 啊，说我做自然农法已经4、5年了，
我觉得我们的青花菜或一些果实好像都没有跟市售的那些惯性农法做的一样大。我问他说为什么？那 AI 他反问我说，那既然你的方法不一样，你怎么会觉得你种植的东西会跟他们一样呢？所以我就突然有一个醒悟是说，对啊，其实我们做自然农法其实是要强调你自己的内心功法。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不焦虑的生活》，里面主要是在解释《金刚经》。那我以前对于佛教有在化缘这件事情，其实是很想说，为什么要好端端要去化缘？那不是好手好脚可以自己工作嘛，或者自己去耕种嘛？后来经过他解释之后，我才晓得说，哦，原来其实化缘这件事情是给别人一个所谓的有福报的机会，因为佛教说施比受更有福所以他是给别人一个福报。那另一个方面就是佛陀认为透过这种低物质欲望可以达到一个解脱的境界或者是途径。所以当下我才明白，哦，原来佛陀他们是这么样在想这件事情。所以在这种初春的时候其实我在做的这些事情，就是我希望这些我种出来的东西是可以跟万物一起共享的。那这个共享，这个福报呢，就会在这片园地里面一直持续的下去。那我不是为了这些福报而去做这件事情，而是说自然农法其实跟这些古籍他们的概念都是相通的，都是希望万物能平等共生的一起下去。其实我们受的教育都是要叫我们一直要努力，努力固然是没有错，但是它应该是一种快乐，而不是一种苦役。所以当你做一件事情越来越感觉苦的时候，其实方向已经偏了，应该会越做越快乐，越做越高兴。那这就是自然农法它的很重要的一种内功心法。那你不再去比较你的东西是不是跟外面的一样漂亮，是一样甜。对，我觉得就要像小孩子一样，他很纯粹看这个东西就是好吃，他不会去在乎它的价值是什么，他只觉得好吃。这种就是一种活在当下的一种感受。